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美国经济真的火翻天了吗？过去一周爆出来的数据非常诡异，引发很多人的思考。美国经济到底是处于一个黄金时代的起点，还是从此将开始恶化？川普一怒之下解雇美国劳工统计局局长，这会让美国就业数据从此中共化吗？最近很多人都在感叹，川普真是赢疯了。在过去3个多月里，美国和世界各国高强度的贸易谈判中，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却极端给力。每月新增就业人数连续超过专家预期，失业率持续徘徊在4%左右的历史低点，通货膨胀数据出奇的稳定，美元也摆脱了川普启动全球贸易战时暴跌的状况。自7月下旬，美元指数一周上涨了2%，迎来本年度最大的单周涨幅。而美国股市更是一路冲天，标普500指数今年已经9次创历史高位纪录，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也在2025年10次刷新历史最高纪录。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了川普关键的减税大法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川普的贸易谈判在截止日期前夕开始出现狂胜的场景。美国和欧洲、东亚和东南亚等多个关键贸易国家达成了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对美国有利的协议。任何想要进入美国市场的国家都必须给美国上交至少15%到20%的关税，同时全面向美国开放自己的市场。15%的关税率成为新的优惠标准，想拿到这个优惠的国家还必须额外给美国投资数千亿美元的资金，被川普称为给美国的签约奖金。这些在4个月前想都不敢想的概念，在一夜之间却变成了被世界广泛接受的国际贸易新现实。全世界都在说川普赢麻了。川普此前承诺的美国将在他的领导下进入一个经济黄金期，似乎也不再是川普在竞选时开的一张空头支票了。投资美国经济，投资美国股市，似乎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地球人不动脑累积财富的不二选择。但是从7月30日以来，美国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却给这种亢奋泼了一瓢瓢冷水。7月30日周三，美国商务部发布了第2季度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报告。表面看，这个报告的数据极度亮丽，在删除通胀因素后，美国经济在第2季度居然还增长了惊人的3%，扭转了第1季度美国负增长的状况。但是只要深入研究这个数据，一个令人极度不安的现象就开始展现出来了。整个第2季度，美国老百姓的消费出现停滞不前。美国 GDP 第1季度出人意料的0.5%的下滑，和美国第2季度又是出人意料的上涨3%，这2个出人意料的背后，都是美国非常规的进口状况在作妖。美国在统计 GDP 时，进口是给 GDP 减分的项目，大量进口会拉低那个季度的 GDP 数字。因为美国企业在川普上台前就预见到了川普随后会启动他竞选中承诺的贸易战，因此大量美国企业在第1季度就开始大量进口和囤积自己需要的货物和生产原料。但是这些巨量进口也大大压低了美国第1季度的 GDP 数字，让 GDP 在第1季度出现负增长。进入第2个季度后，川普对全球的关税谈判正式启动，对很多国家的关税税率如过山车一般暴涨暴跌，再加上很多企业已经库存了需要的商品和原料，在这样的情况下，第2季度美国的进口数量就非常少。因此第2季度美国 GDP 增长3%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进口这个减分项在第2季度出现大量的缩减。如果删除了库存和国际贸易这样的数据，然后再剔除政府开支这一项，只看美国内需，第2季度美国 GDP 增长率就只有1.2%了。
反倒成为2022年底以来最疲软的一次。而且这个情况在季度末的6月份也完全看不到任何复苏的迹象。美国内需，特别是老百姓的消费，一直都是美国经济最关键的引擎。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美国 GDP 的 69%， 老百姓消费停滞不前，是美国经济最令人担心的状态。7月31日周四，美国经济分析局发布了6月份美国个人收支数据，显示美国个人收支的增长和通胀的数字完全相同。这也证实了整个第二季度美国老百姓的消费实质上是处于停滞状态的。最让人震惊的美国经济数据还是8月1日周五美国劳工局有关美国就业的一组数据。报告显示7月份美国新增的就业岗位只有区73000个，远远低于预期。更惊人的是，劳工局同时还大幅度下调了他们此前对5月、6月新增就业的统计数据。下调幅度之大，我都不好意思叫它下调了。劳工统计局基本上是直接把此前数据的小数点往左边挪了一位。此前劳工统计局报告的5月份新增了 14.4 万个职位，这次调整后就变成了只增加了 1.9 万个岗位。6月份最初的数据也从此前的 14.7 万个新职位降到了只有 1.4 万个。经过这个下调，5月和6月总共比之前公布的新增岗位减少了26万个。加上最新报出来的7月份的就业人口数据，过去3个月5、6、7月美国总共增加的新就业岗位成为除了疫情高峰期外过去15年最糟的3个月。对任何一个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失业率。好在这个指标恶化的还不算太糟糕。7月份美国失业率只从6月份的 4.1% 升到了 4.2%。 川普看到这组新的就业数据后，气得直接把负责发布数据的劳工统计局局长麦肯塔佛给炒了。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对此事的解释是，负责发布这个就业数据的劳工统计局局长麦肯塔佛是拜登任命的官员。他的劳工统计局在2024年3月拜登执政时夸大了82万个新就业岗位，在2024年总统大选前的8月和9月又多报了11万个新就业岗位。而在2025年川普当选总统后，每个月最初的就业数据随后都会被往低修正。这次居然把5、6两个月的数据给调低了 90%。 川普声称，像就业这种重要的统计数据必须得公平准确，绝不能为了政治目的被人动手脚。因此他决定选一个更有能力、更够格的人来领导劳工统计局。几十年来，美国的经济统计数据一直被世界看作是一个金字招牌。美国官员和政客，包括美联储的官员，都需要靠这些经济数据来及时决定美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同时，投资人和公司的老板，包括个人，也靠这些数据来决定公司未来如何投资和发展。美国从大萧条时期就开始努力建立起一套不受政治因素干扰的数据统计体系，目的就是让这些数据能更加准确地展现美国经济的运作情况，给政府、公司和个人提供一个可以信赖的客观决策的依据。川普这么一搞，立刻引发一片舆论哗然。支持川普的人，包括川普的劳工部长，也就是劳工统计局的顶头上司，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支持川普开除麦肯塔佛的决定，表示最近出现一连串重大的统计数据修正，这让人们开始担心这位由拜登任命的劳工局长到底是在做什么样的决定。但另外很多经济学家和美国前政府官员都在担心川普这样干会开一个非常坏的先河，可能会引发人们对未来美国的经济数据的独立性的质疑，担心美国数据是否也会被政治因素左右。
我简单研究了美国就业统计数据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也研究了麦肯塔佛的个人履历。根据我目前获得的信息，我不完全同意川普对麦肯塔佛的评估。我不认为麦肯塔佛真会因为政治原因，就像中共的统计局长那样，强迫就业统计数据符合民主党的政治需要。劳工统计局对初始公布的就业数据在随后的月份进行下调，这并不是只在川普上任后的2025年才出现的。在过去3年，这已经成为劳工统计局发布就业数据的一个常规状况。在我看来，麦肯塔佛的主要问题是他勇气和责任心方面的问题，还不是他有什么政治阴谋的问题。我们前面提到了，目前美国政府出台的各种经济数据都是严格依照过去近100年形成的一整套数据收集、分析、调整和公布的机制进行的。具体某个官员的个人意志很难对最终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就拿劳工统计局负责的每月就业人数的统计和发布过程来说，每月的就业数据是要经过3个步骤才能最终确定下来的。第一步是在每个月初对上个月的就业数据做出初始估算。劳工统计局每月的就业数据是根据每个月他们对12万家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得出的。抽样问卷主要是问员工人数、工作小时、工资啥了的，重点是看每月12日那周的工资单。他们选的这12万家企业和政府机构大约涵盖了美国非农业就业总人数的26%。企业对这些调查的回复基本也都是基于自愿的原则，通过电话或网络等方式反馈上来。统计局会根据收到的回复推算出美国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估算数据。一般来说，每个月劳工统计局能及时收到大约60%的当月的抽样机构的回复，他们就用这60%的数据来统计和发布当月的就业报告。比如今年6月份的统计回复率就是 59.5%， 属于正常水平。那么剩下被调查的机构通常会在接下的1到2个月陆陆续续给出回复。就业数据随后在第2和第3步的2次修订，就是根据在随后2个月收集的更多的数据，把它们统一纳入分析而得到的2次新的结果。当然，每次公布的评估数据也不是对收集的数据的简单加减，过程中也会用到一些数据模型。比如冬天建筑行业的活就比较少，所以报告会用一些数学模型来去掉一些行业的季节性影响。另外，评估还会用模型预测新公司开张或倒闭等情况。根据统计学原理，如果第1个月收集的60%的数据均匀来自不同的各种类型的企业，那么这60%的数据展现的就业情况和最后100%数据展现的就业情况应该是差不太多的，就是有些差别应该也是有的月份高点，有的月份低点，而不应该是每个月第1次的评估数据都要比后面的第2次、第3次高出很多。但不幸的是，自从2022年开始，劳工统计局初始评估的就业人数偏偏是每个月都要高于就业的实际增长数。因此在过去3年，几乎每个月这些初始高估的数据都会在后面的报告中被下调。这已经成为过去3年劳工统计局的一个常态了。在这些下调中，有的下调的幅度到了惊人的程度，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对5月和6月份数据的下调幅度居然高达 90%， 这样初始评估数据基本处于无意义的状态。劳工统计局对持续数年出现的这样系统性的问题的解释还是那个老借口，就是我们缺钱。他们说国会给他们的钱跟不上通货膨胀，还说那些负责收集和发布美国官方经济数据的机构分散在劳工部和商务部内部的不同部门，这些部门10几年来一直缺钱，是缺钱
让这些数据统计工作变得越来越难。当然，他们还提到，现在用电话做调查，问公司和老百姓关于招聘和物价的事，回应的人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接陌生电话了。而且在回复调查的机构中，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的比例偏高。现在那些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小企业，愿意额外出力给政府填写这些问卷的比例就小很多。这一点完全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劳工统计局就这次对5月和6月就业数据大幅修正的解释是，回复晚的那些机构，他们的数据被用来对初始评估进行修正。通常情况，这些修正数据对不同行业的效果是，它会对有的行业需要往上调高，对有的行业需要往下调低。这样一来，在不同行业之间会有增有减，互相抵消，结果是最终整体调整幅度不会太大。但是6月份这次奇怪的是，对大部分随后修正的行业都是在往下修正。迟交回复的那些机构交上来的大多都是坏消息，特别是在公立学校这个行业，他们6月份的雇员人数比统计局最初估计的数字要少近11万人。另外，他们用到的同期季度性调整的那个统计方法，对结果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抛开这些技术细节，我用一句话总结这背后的问题，就是劳工统计局在就业人数上目前遵循了几十年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的体系已经崩溃了，已经和经济现实严重脱节了。那么被川普开除的那个劳工统计局局长麦肯塔佛就不知道这一点吗？当然不是。据说麦肯塔佛本人是有统计方面的专业背景的，而且劳工统计局还会组织特别的专家委员会，专门负责在如何改善统计局统计方法这方面给他们提建议。那为什么无论是麦肯塔佛本人还是统计专家委员会都没有积极行动起来，对已经出现明显问题的这套就业统计流程和方法进行调整呢？我前面讲了，这套流程已经在美国政府实施了几十年，过去几十年就业数据就是这样产生的。提出一套新的数据统计流程和方法，新数据和历史数据在解读上就会出现断层，而且这还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官方数据。如果出了问题，谁来担这个责任？因此，明知道这就业数据的统计方法已经崩溃了，但是谁又会有这个勇气来冒险改动这用了几十年的惯例呢？改变任何历史常规都需要当事人有巨大的勇气和担当。这世间的万事万物都逃不出成、住、坏、灭的宿命。为什么？因为改变常规非常非常难。当一个体系整体走向衰落时，方方面面都会出现老化现象。就业统计这个看似极小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清晰看到它走向衰老的过程，同时也看到它难以逆转的现实。不破不立其实是人中的一种无奈。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说，我认为麦肯塔佛的主要问题是他的勇气和责任心的问题，还不是他有什么政治阴谋的问题。不过川普的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川普一直给美联储的鲍威尔施压，让他降美联储的基准利率。一个原因就是美国目前的高额债务和高利率让美国国债利息成为压在美国政府和美国人肩上的一个重担。但在7月30日结束的美联储会议上，美联储依然宣布维持目前的联邦基准利率不变，这已经是美联储连续第5次持续利率不变了。鲍威尔解释做出这个决定的一个关键依据就是，美国目前的就业数据显示，美国经济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不需要立刻降息辅助经济。美联储针对美国就业的评估应该是依据劳工统计局5月和6月公布的那个超过预期很高的那个初始统计结果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但谁曾想到2天后，劳工统计局就把
美联储做出不降息决定的关键依据数据给下调了90%，显示过去这3个月的就业情况是过去15年最糟的。但无论如何，川普政府和美国人都得等到9月份美联储的下一次开会时间，才可能有降息的可能性。而每多等1个月，美国人就不得不在利息上多花上百亿。2个统计数据90%的误差，给美国带来的却是上百亿的莫名其妙的损失。清楚地看到这点，川普很难不愤怒。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劳工统计局把5月和6月份就业数据在初始评估中高估了9倍。这个愚蠢的误差对于当时正处于贸易谈判的美国也不一定是个坏事。也许正是那个超出现实的靓丽数据，让各个国家争着抢着想搭上美国这个顺风车，多个国家从而在8月1日前签下对美国条件优厚的关税协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川普发动的这场全球贸易战能打出目前这份天地，我只能用如有神助来总结。至于川普这次因为数据难看就突然开除了劳工统计局局长，并准备指定一个新的劳工统计局局长，这个做法会不会如很多人担心的，会让美国官方统计数据从此失去独立性，让美国的数据从此按照川普的意愿发布？我其实对此并不担心。如我前面描述的，目前劳工统计局统计就业数据这方面的工作流程和人员配备，都是遵循那个数十年形成的固定的机制在推进。无论是谁当局长，都不可能立刻全面推翻那个机制。无论是谁当局长，都知道在美国统计数据造假会面临刑事犯罪指控。无论是谁当局长，都知道美国政府部门里充满了时刻想抓川普政府把柄的，想给媒体报信的那些人。因此，川普这次换人，也只是为了他自己将来在统计这块能放心。毕竟这些年明里暗里，川普被人使黑拐的次数太多了。当然，根据劳工统计局修正的就业数据，美国的就业看来是真的出问题了。那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很多媒体的分析是，这都是川普政府政策的后果。川普大幅度上调对各国的关税，严厉打击非法移民，以及大幅削减政府项目和工作岗位，这都阻碍了美国人的需求和就业。很多经济学家还引用过去几个月有关美国经济的各种负面信号，比如调查显示雇主和消费者信心在急剧恶化等。但与此同时，过去几个月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数据却显得非常稳健，因此经济学家都感到非常困惑。现在好了，自从美国上周这组经济数据出来后，他们立刻感觉美国经济的画面变得清晰起来了，各种数据不再互相矛盾了。对于这些经济学家来说，美国目前出现的各种经济放缓的现象应该是意料之中的，而且这还只是这次经济放缓的开始，而不是尾声。如果他们对美国经济的解读是对的，那将意味着美国经济的未来应该是会越来越暗淡。但是目前美国就业增长放缓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解释，而那个解释就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美国经济未来。7月29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名为《人工智能正在破坏大学毕业生本已脆弱的就业市场》。盛夏的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福士资讯公司位于一栋红砖写字楼的3层。往年公司总部总会迎来几位朝气蓬勃的实习生，但2025年的夏天，公司大楼格外安静。数月前，公司 CEO 巴尔德在 ChatGPT 的协助下，很快写出了一整周的社交媒体文章，没有错别字，不用改稿，也不需要等待。盯着屏幕上的文章，他决定取消今年的实习生岗位。AI 做的是又快又准，还不用请病假。他平静地对来访的行业记者说，他这个决定并非无情，而是无奈。回到家，面对自己的孩子，他不住地叮嘱他们，
别选那些容易被 AI 取代的职业。他的大儿子听从了他的建议，报考了当地的警察学校。根据美国求职平台的数据，这个学年平台上的入门级职位招聘信息比去年少了 15%， 但每个职位的申请人数却增加了 30%。 自从2年半前 ChatGPT 横空出世，颠覆了几乎所有公司的未来招聘规划。起初 CEO 们对 AI 引发的裁员这事儿还比较含糊，但现在他们开始公开谈论 AI 很可能会导致大规模裁员。最近几周，亚马逊和摩根大通这样行业巨头的高管们预计公司员工规模会出现大幅缩水。福特的 CEO 甚至预测 AI 将取代美国1半的白领岗位。从这个方面看， AI 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每个职业人士必须面对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那么另一方面， AI 这个概念也成为当前美国经济最主要的发展引擎。脸书、谷歌、微软、亚马逊这些巨型大公司如着了魔一般往 AI 这个领域投钱，在最近1个季度，他们就花了创纪录的1000亿美元，大兴土木建设 AI 基础设施。根据投资人凯特罗斯基的分析，从占美国 GDP 的比重来看，现在花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已经超过了当年互联网泡沫时期在电信和网络基础上的投入，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他认为美国经济能在关税的压力下持续强劲，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大公司在 AI 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实在是太庞大了。这又像是这些私营企业自发的在给美国经济搞了一套刺激经济计划。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在过去2个季度里，人工智能领域的资本支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所有消费者的消费总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经济现象。AI 引发的就业岗位减少，根据传统经济学理念，这是 AI 在抑制美国经济的发展。但是至少目前看， AI 同时又以基础建设的形式疯狂刺激着美国的经济。因此就业数据在 AI 这个大基建时代暂时出现了和美国经济发展数据脱钩的情况。长期看，随着 AI 的成本不断下跌，性能不断攀升，企业基于他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这个属性，一定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用 AI 替代人。这一过程与上世纪电气化大量淘汰体力劳动工作极为相似，只是这次替代的速度和进程会更快，波及的工作种类会更广泛，几乎是无所不包的。这样发展下去的后果是什么呢？ AI 给公司创造的财富会越来越多，但有工作的人却会越来越少。到那时，我们会发现股市、经济发展等各项经济指标都可能和就业数据出现脱钩的现象。马斯克曾经预言说 AI 未来会给人类带来物质极大丰富的状态，但是对人类社会来说，有没有财富其实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分配财富的问题。财富分配将会成为未来人类社会一个核心问题。虽然有些人可以通过公司股票分得 AI 给公司创造的那部分财富，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正确的公司的股票的。社会将如何从目前主要靠劳动和职业进行财富分配的状态，过渡到下一个新的财富分配状态，这将会是人类未来一个关键的问题。 AI 对现代社会的冲击很快会从技术层面、从就业层面进入到社会构架层面。如何定义 AI 时代的人类生活方式和财富分配方式，这将成为全世界每个国家都需要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像美国、中国这样的自成体系的巨型国家。我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是当那样的社会冲击真的出现时，我相信美国这样拥有成熟的法治和民主机制的社会，更有可能催生出一个兼顾社会各个群体的、
兼顾理性和仁慈的新的社会构架。这个话题有点扯远了，我们还是把视野收回到美国未来3到5年这个范围，就是从这个时间维度看，我和大家分享前面这些分析，也主要是要提出一个关键的观点。随着 AI 这个奇特的东西在美国和世界经济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很多常规的经济概念会出现变化，一些原本紧密关联的经济数据可能会出现改变。比如一种可能就是在就业数据低迷的情况下，因为 AI 引发的个人生产效率的提升，经济可能还会持续发展，企业利润可能还会不断攀升，由此股市可能还会不断攀升。事实上，这样的表现似乎在当前的美国股市和经济面上已经有所展现了。人类的政治充满了故事性，大家都喜欢聊，但是如果你把100年作为人类历史时间轴的刻度，你会发现某个人群掌握的技术或人类整体的技术水平，似乎才是一个更加深远改变人类社会现实的力量，而不是一时一刻的政治。当然，任何一种引发人类生存方式改变的技术，它从来都不会是偶然出现的，同时它会把人类带入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也从来都不是人类可以自己说了算的。就如同人类目前面对 AI 的高速发展，没有一个人能有任何的控制力的这种现实是一模一样的。好，今天杰森视角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欢迎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以及杰森新闻快递这2个频道。